不过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很好玩，就是我会愿意去玩。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将给大家带来 NSL News Plus。在这期节目中，我们会聊一些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有意思的创业新闻，也会跟大家聊一聊行业的动态。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好呀。悠然，我最近有关注到，就是新东方最近开了一个叫东方甄选的东西。对，然后这个直播很火。对，然后就是在抖音其实是非常火的，然后突然有一天就爆火了，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它跟我们传统的直播不太一样，就是你一般看李佳琦，他都是很多什么说3、2、1，然后让你抢购的。然后东方甄选的直播间看上去就非常的岁月静好。怎么理解岁月静好？对，就是他的明星主播就是董宏辉，他的直播间里面不仅有双语直播，就是告诉你，比如说这个牛排这个英文是怎么样啊，它是单数复数啊，这些很基本的东西。他也会说比如在直播间唱歌啊，弹吉他这种，就是我觉得已经超越了一个带货直播的直播范畴了啊。是因为他原本是新东方一个英语老师，然后他比较多才多艺，然后他转型的也挺好。对，然后最近就是因为东方甄选嘛，所以新东方最近的股价也是大涨了一波。但是在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就是在大涨了之后，它就是有所回落。然后比如说像腾讯这种我看到腾讯减持。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就是像大机构他们其实也并不是非常看好新东方的这种长期发展。对。那我有个小疑问啊，就是东方甄选是俞敏洪的第2次创业吗？你认为这种破圈是一种可持续的吗？还是说是回光返照啊？就是这个直播来说的话，最近不仅是东方甄选啊，就像斗神教育，它其实也有做直播，但是就是没有这么火。然后包括就是像那个锤子手机罗老师。对，罗老师最近也在做直播，但是他说要退网去创业者，所以说直播应该是一个门槛进入比较低的一个行业吧。然后所以就是很多人都会将它视为一个创业的地站，或者是说是一个救命稻草。就像这种教育行业是。他们可能是视作是自己东山再起的一个途径。新的据点，现在还是有一些红利期在，我理解。对，虽然说已经是越来越少的机会了。对。然后我觉得，比如说像东方甄选啊，它是以在直播间学习作为卖点的。然后还有什么很多其他的娱乐项目啊，比如说演唱啊、表演啊之类的。但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方式啊，所以确实是能吸引到很多消费者。但是我倒是觉得这种爆火它是不能持续的。为什么呀？因为像东方甄选，它现在比较出名的主播就其实只有董宏辉，但是我觉得这样其实是一种个人 IP， 而不是说公司新东方甄选这个 IP。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像董宏辉他这种爆火，但是万一他离职了呢，对吧？对，就是他本质上还是一个个人的东西，而不是上升到整个。他恰好是在新东方这里。对，就是因为东方甄选的直播，它这个内容比较新颖嘛。对。但是如果就是像很多人都模仿的话，肯定会有后起之秀，他们可能会做得更好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大家可能就会对这种形式会产生一些稍微的审美疲劳。对，这个可能是后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市场也是这么觉得的，所以说它最近的股价确实也是在高点。好像近几年直播带货确实很火。关于这个行业这个现象，你有什么样的思考？你认为未来会有怎样的新的出路吗？我还是秉持我刚才的观点啊，就是我觉得直播带货它可能是一个门槛没有那么高的行业，对，你只需要一个手机就可以，然后你的流量可能是你的同学啊、父母啊之类的。但是如果你说真的把它当成一个正儿八经的职业来做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几点需要考虑的。我最近看了一下研报，然后研报里面也说到了直播带货的决胜关键就是人、货、场、运4个方面。人、货、场、运。对，就是我个人是非常赞同这个观
观点的。首先呢，人是什么呢？人其实就是 KOL， 还有你的 IP 打造。就比如说东方甄选，它现在的 KOL 可能就是董宏辉，还有俞敏洪这种。对，然后货的话就是指货品，就是比如说你直播的选品啊、品类啊。你可能还需要看一下，比如说大家最近都喜欢什么，然后你要消费者的洞察，对市场情况的把握，对，就是而且你还要跟品牌方去 battle 啊，就是你要拿到这个授权之类的，就是听起来还挺复杂、挺繁琐的。我觉得现在就是2个方面，一个就是要么他把品类铺得很广，就是你可以在一个直播间里面就把你所需要的所有东西都买完了，你就有欲望一直待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或者是说他在某个产品是非常垂直的，某个领域很垂直的做，比如说像天猫的一些主播，他就是主打比如说美妆啊，主打零食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是。这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他是做某种商品的新品牌，然后他会自己开自己的直播间，就是只打自己品牌的广告，只给自己的品牌带货，这种。我觉得其实新东方在这个方面做的不是很好，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俞敏洪他东方甄选这个直播间，它其实是一个3农产品的直播间，他的初心是想带动农业产品的销售，对，然后他觉得就是给别人做一些绿色农产品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我不否定他这个观念，他这个观念肯定是对的。对。但是我觉得，比如说他如果是在这个领域想深耕的话，我觉得他可以，比如说多开一些产品线，而不是天天卖牛排跟卖海虾，对吧？对，明白。然后其实网上其实也有很多观点说，俞敏洪他其实可以主打更加主打他卖书的这个卖书，对，因为他最近其实也有在直播间上卖小说因为感觉大家老师嘛，他们其实会对这些书有一些背书，对，而且就是他们会对这些书的内容会比较了解，所以卖货卖起来可能会更加多元化一些，所以而且他们做这个门槛也会比其他的主播要高一点点，对，就是也可以打造自己的护城河。所以说现在也有很多网上的一些观点认为啊，就是他们在货这个方面其实可以多开几条 IP 线，比如说东方甄选书籍，什么东方甄选产品之类的，确实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对，确实。然后下一个就是怎么去直播策划，怎么控场啊，你怎么维护你的粉丝群体啊，这种其实也是非常有门道的。还有说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你的价格。对，就比如说你在选品的时候，你怎么跟品牌方说你要拿到一个最优的价格，你拿到最优的价格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直播间嘛。确实。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场，其实场的话看上去是很简单，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直播环境但是其实这个场还有包括场控，还有比如说你在直播间万一出现了别人有黑子过来，对，就是有黑子过来喷你这种情况，就是场控其实也要做好。所以说要做一个受消费者欢迎的直播间，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其实最近新东方也在招双语直播，然后月薪非常高，对，真的月薪6万，这多少人的 dream job 是吧？是的。但是其实最近国内也有很多 MCN 出海的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奇异火科技，然后奇异火科技的话，它是国内的一个NFT 的线上平台。然后它也是最近比较火，也是收到了线性资本几千万的天使轮融资。它是我国最新一批布局 NFT 技术研究，然后率先打造集可信数字商品铸造、编程，还有虚拟空间搭建等整体解决方案的元宇宙公司。最近 NFT 的这个概念也是比较火。然后比如说像一些比如说 B 站啊，然后支付宝啊，也都纷纷推出了自己的 NFT。你看像，但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要不你先解释一下。NFT 它的中文名字是非同质化代币，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也是加密货币的一种，但是它是以真实的数字内容作为它价值支撑的。目前 NFT 它是被运用到了多个领域，比如说
对，比如说像数字藏品啊，这是当下比较火的，就像什么李宁啊这种，它都有做这种数字藏品，对，一些运动品牌，对，是的。然后还有说一些潮玩啊、音乐啊、体育啊、拍照啊、服装啊，这些它都有涉及到。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在做一些照片的 NFT，他在 OpenSea 上面，然后也有很多人去浏览。那当然现在还没有人买，还没有人接盘。对，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向，对，因为其实做这些东西其实成本是很低的嘛，也就是相当于你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就拍拍照，万一有人买下来了呢，对吧？是。以往我们都是发到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到一个小红书发到微信，发到微博这种地方。但是你发到这种 FT 平台的话，就是万一有人买了，那就是赚了呀，对呀，对。这个 FT 的平台它叫 Refi， 叫西台，然后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是 NFT 领域的 Shopify， 对，就是一个相当于它可以帮助创造者建一个自己的独立站之类的工具，然后就是有了这个工具之后，创造者就可以更好的专注于自己内容的创作，对，也会降低一些门槛，更方便他去准入到这个行业。对，其实如果有了这个平台的话，其实你进入 NFT 这个行业其实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技术。对，确实，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音乐家，然后你自己做了一些很好的音乐，你想去分享啊，你就是可以直接发布到这个平台。我觉得这还是非常就是有前景的，在元宇宙的这个背景下。就是我观察到，像在 OpenSea 上要发自己的 NFT， 其实它的成本还是挺高的。一个创作者他可能要花几百刀才能够在上面有机会去发表自己的作品。那像我觉得这个门槛就挺高，可能大部分人都赚不到钱，他卖不掉东西的话，他的前期的投入还是挺多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痛点。确实就是这个奇异火工具这个平台的话，我还没有关注到它手续费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它是一个手续费比较低，或者说是没有手续费，然后可以去吸引更多的 NFT 创造者去在它的平台上面发布信息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前期他们做 marketing 的一个很好的推广方式。是的，对大家更友好。对。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软件叫 Clubhouse？ 是啊，前段时间很火，但现在已经过气了一个。对，以前它火就是因为它A16Z 邀请了很多大佬嘛，在上面开讲座啊什么的，所以大家就很有兴趣说要下载这个平台。然后可能 Clubhouse 这种平台在国外还是不太常见吧，所以当时就是很火，然后后来也凉了。然后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有一个叫 New 的东西。是的，它是真的非常新，挺有意思啊。对。然后大家都认为说这个 New 是接棒 Clubhouse，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概念还挺有意思的。虽然说这不一定可以说很有前景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有意思。New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软件，然后相当于是一些名人啊可能会在里面发自己的一些投票，比如说我今天要吃什么，然后选项 A 吃意面，选项 B 吃饭，然后他的粉丝可能就可以去投票去决定他要做怎样的决策。对，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控制你偶像的一天，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非常有吸引力？是的，粉丝决定我的一天。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还是很好的。其实我觉得它有点类似于 Instagram 也有这种说发投票这种，但是其实 New 它这种投票是有门槛的。比如说你粉丝去投个票可能需要5刀。那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 Brandon，然后他在这个发投票，他已经收到了1700多张投票，那就是说他单靠让粉丝控制他的生活就已经赚了一笔。哇，还可以这样子。对，其实这对于一些选择恐惧症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福音啊，让大家控制一下你的生活。但是我会觉得说这种可能只是一个比较猎奇的一些概念吧，就是你是觉得它并不会太持久是吗？对，它会比较小众。对，然后这个 New 的话，最近也是收到了一笔融资。然后其实这个 New 它这个 APP 背后，不仅是有 A16Z 作为一个投资者啊，还有一些好莱坞演员啊，比如说
Will 啊这种比较有名的演员。我觉得可能他的爆火只是一场资本的游戏，就是我个人并不是很看好这种概念的长期发展。